第41课，我刚生了一个孩子。嗨，安娜，你今天看起来很棒。嘿，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吗？我刚生了个孩子。哦哇，恭喜你！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消息。宝宝和你一切都还好吗？是的，一切都很顺利。宝宝很健康，身体状况很好。太棒了！宝宝叫什么名字？我们给他取名艾米丽。她又小又可爱。我等不及你见到她了。我很乐意。你打算什么时候带她回家？我们应该在几天后出院。等我们在家里安顿下来，我一定会给你打个电话。听起来不错。再次恭喜！为人父母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为你们俩感到高兴。第42课，可爱的猫。嘿，安吉拉，你为什么微笑？看看这张我猫的照片，它不是最可爱吗？哦哇，她很可爱。她叫什么名字？它的名字叫露娜。它真是一只可爱的猫。它总是在我旁边呼噜和拥抱。我能看出她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她多大了？它才1岁。当它还是小猫的时候，我们把它从庇护所救出来。你收养它真是太好了。我自己也是爱猫的人。我家里有2只猫。太棒了！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名字叫辛巴和娜拉。它们也是救援人员。它们喜欢一起玩，总是让我开心。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收养宠物，而不是从宠物商店购买宠物。让这些动物有第2次幸福生活的机会很重要。当然，我完全同意。露娜和你的其他宠物很幸运能有你作为它们的主人。第43课，我的新电脑。嘿，苏珊，那是你的新电脑吗？看起来很棒。是的，它既快又强大。真的吗？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我有一台全新 MacBook Pro， 这是最新的型号，配备 M1 芯片等等。这真的很酷。到目前为止，它对你有用吗？太神奇了！我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所有的工作和项目，而且图形令人难以置信。我一直在考虑自己买一台新电脑。是什么让你决定购买 MacBook Pro？好吧，我一直是 Mac 用户，我需要一些功能和存储空间充足的东西来完成工作。而且新的 M1 芯片应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的，我听说过很多关于 M1 芯片的信息。我可能还得考虑买 MacBook Pro。我一定会推荐的。它有点贵，但就你获得的质量和性能而言，这是值得的。谢谢你的推荐。我得去看看。
第44课，种植草莓。嗨，你最近在做什么？我最近工作很忙，你最近怎么样？嘿，我一直在忙着在后院种草莓地。我喜欢草莓，所以我想尝试自己种草莓会很有趣。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有草莓吗？还没有，它们还在成长，但希望在几周后，我的收成会很好。我也喜欢草莓，它们既甜又好吃。它们准备好后，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好吧，我本来想做点草莓酱，或者甚至试着烤草莓派。好极了，这听起来很神奇。我很想尝试一些。你打算卖掉你的草莓吗？我还没真正考虑过，但我想如果我最终得到的东西比我能吃的多，我就能卖出一些。如果你这样做，一定要告诉我。我很想从你那里买一些新鲜的自产草莓。当然，我很乐意分享。你喜欢自己吃草莓，还是你有最喜欢的食谱？我喜欢单独吃或者在水果沙拉里吃，但我也喜欢草莓脆饼。听起来很好吃，我也得试着做那个。第45课，这个汉堡太好吃了。嘿，汉堡好吃吗？这个汉堡太好吃了。你试过了吗？不，我没有。你从哪里得到的？我从街边那家新开的汉堡店买的。他们有一些我品尝过的最好的汉堡。真的吗？我得在某个时候试一试。你买了什么样的汉堡？我买了带培根和牛油果的经典芝士汉堡，它多汁又美味。这听起来很神奇。想一想我就饿了。他们还有其他汉堡选择吗？是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汉堡，包括一些素食选项。他们甚至还有一个汉堡，上面放着煎蛋。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我喜欢尝试新颖有趣的汉堡配料。他们有你会推荐的配菜或饮料吗？他们的薯条很不错，但我绝对建议你试试他们的奶昔。他们有很多口味可供选择，而且都很棒。我得记住这一点。谢谢你的推荐。我等不及要亲自尝试这个地方了。第46课，你寄过航空邮件吗？嘿，你以前寄过航空邮件吗？航空邮件？你的意思是像乘飞机寄信一样？是的，没错。我想给一个住在海外的朋友写一封信。我本来想用航空邮件来确保他能快速送达。这是个好主意。我以前在海外寄过邮件，但我通常只使用普通邮件。航空邮件的费用还多少？它通常比普通邮件贵一点，但是交货时间要快得多。另外，
您可以在线跟踪包裹以查看包裹何时送达。这听起来很方便。我听说有时候国际邮件可能会丢失或延迟，所以高枕无忧是件好事。没错，既然这是一封给朋友的信，我想确保它尽快送达。我不想让他们等太久才能收到我的回复。我完全明白。您在邮费或填写海关表格方面需要任何帮助吗？其实，那就太棒了。我不确定向海外发送邮件的要求是什么。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去邮局把所有事情都整理好。第47课，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你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吗？是的，我做到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对吧？没错，它高29029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以前爬过山吗？不，我没有。我做过一些徒步旅行和露营，但没有那么极端。是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绝对不适合胆小的人。这是一次危险而艰难的攀登，只有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才能尝试。我听说攀岩季节只剩下几个月，登山者在登顶之前必须适应海拔。那就对了。而且，即使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这仍然是一项冒险的工作。这些年来，山上发生了许多事故和死亡。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巅绝对是人类力量和耐力的壮举。我非常尊重那些尝试过的人。我也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登山，但让我们从没有珠穆朗玛峰那么极端的事情开始吧。第48课，志愿者工作。你以前做过任何志愿者工作吗？是的，我有。我曾经在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我真的很喜欢。太棒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做一些志愿者工作，但我不确定从哪里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可以使用志愿者，这实际上取决于你对什么感兴趣。好吧，我热衷于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你知道有哪个组织专注于这个问题吗？是的，我们城市有一些组织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一直在寻找志愿者来帮忙做饭和其他任务。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想我会调查的。志愿服务通常需要投入多少时间？这实际上取决于组织和你正在从事的具体项目。有些人可能每周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承诺。这是有道理的。我当然想帮忙，但我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和其他职责要做。是的，这可能是一种平衡行为。但是，即使你每周或一个月只能做几个小时的志愿者，
它也可以对某人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同意。我认为回馈社区很重要，而志愿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谢谢你的建议。第49课，准备徒步旅行装备。嘿，你准备好参加这个周末的徒步旅行了吗？差不多。我还需要准备装备。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吗？是的，我有。我列出了我们需要的所有必需品，这样我就能高效地打包所有东西。这很聪明。我可能也应该列出一个清单，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水、零食和急救用品。我们还应该查看天气预报，这样我们就知道要带什么样的衣服和装备。这是个好观点。我一定要带一件雨衣和一些保暖的衣服，以防天气发生变化。好主意。而且别忘了事先穿上登山鞋，这样就不会在路上起水泡。对，我差点忘记了。旅行前我会在家里穿上它们几天。另外，一定要带上的图和指南针，以防我们在路上迷路。好主意。你已经打包了急救包吗？是的，我有一个装有绷带、消毒剂和止痛药的小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带一些防晒霜和驱虫剂。听起来不错。我认为我们已经为徒步旅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等不及要上路了。第50课，组织商务旅行。你好，你开始为下周的商务旅行做准备了吗？是的，我有。我们必须访问多个国家，所以我正在努力组织所有事情。那就对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有所有必要的旅行证件，比如签证和护照吗？是的，我已经检查并确保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井然有序。我还确认了我们的航班和酒店预订。干得好。你为我们将要访问的每个国家准备好行程了吗？是的，我有。我研究了每个国家的当地习俗、文化差异和商业惯例，并记下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避免什么。太棒了。那交通呢？您是否在每个国家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交通？是的，我已经安排了司机从机场接我们，然后带我们去每个国家的酒店。在我们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安排了租车或司机带我们去会议的点。太棒了。你有我们将在每个国家与之会面的所有业务联系人的名单吗？是的，我愿意。我已经向每位联系人发送了电子邮件，以确认会议时间和的点。而且我已经确保我们有他们的联系信息，以防我们在他们的国家时需要联系他们。听起来你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想好了。我很高兴有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来参加这次旅行。谢谢，我只是想确保一切顺利。
对于我们将要访问的所有国家，我们承受不起犯任何错误的代价。第51课，汽车维修。嘿，你听说过关于修车的消息吗？今天早上我把它交给了机械师。不，我还没听见。这辆车出了什么问题？它一直在发出奇怪的声音，而且刹车一直在起作用。我认为这可能是刹车片有问题。那不好。你有没有告诉机械师噪音和刹车问题？是的，我做到了。他们会去看看，然后告诉我需要做什么。你知道修好汽车需要多长时间吗？这取决于需要修复的内容，但希望不会花太长时间。我稍后会打电话给机械师检查进度。这是个好主意。你问过他们维修费用吗？是的，在把车交给他们之前，我已经估算出来了。它并不便宜，但必须修好它，这样我们才能安全的使用汽车。我同意。我们不想冒着安全或路上其他人的安全风险。让我知道机械师在说什么，我们会弄清楚接下来的步骤。会的，感谢您的支持。第52课，给孩子的零用钱。嘿，我正在考虑给我们的孩子一些零用钱。你怎么看？当然，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它将教会我们的孩子了解金钱的价值以及如何管理金钱。这正是我的想法。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他多少？好吧，这取决于他的年龄以及他需要用这笔钱做什么。我们应该讨论并商定合理的金额。是的，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从少量开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变得更负责任而增加。同意。我们还应该和他谈谈明智的储蓄和支出的重要性。绝对可以。我们可以为他建立一个简单的系统来跟踪他的支出和储蓄。这是个好主意。我很高兴看到他如何处理零用钱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也是。让我们和他谈谈，看看他的想法。第53课，家常的来访。嘿，你和你的父母谈过他们的来访了吗？还没有。我等着提起这个问题的好时机。你为什么问？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决定了访问日期。最好提前计划并确保一切准备就绪。确实如此。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太棒了。我们还应该考虑当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他们做些什么活动。当然，他们喜欢和我们的孩子共度时光，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计划一些有趣的郊游和用餐。我还想带他们去我们城市的一些热门旅游景点。他们可能会喜欢见到他们。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也可以询问他们是否想去任何特定的地方。是的，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应该确保他们住得舒适，一切都得到妥善处理。同意。我会给他们打电话，让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第54课，新邻居。你见过我们的新邻居了吗？他看起来真的很不错。是的，我昨天在清理垃圾时遇见了他。他自我介绍，非常友好。很高兴听见。我也有机会和他说话，他看起来像一个非常支持他的人。我同意。当他主动提出要帮我买杂货时，我感到很惊讶。真的很像他。是的，他看起来很体贴。我认为有支持的邻居是件好事，尤其是因为我们是这个领域的新手。绝对可以。很高兴知道，如果我们需要任何东西或有任何疑问，我们可以信赖他。我本来想邀请他过来吃晚饭，以便更好的了解他。你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绝对应该这样做。我们可以计划一顿美餐，有机会和他多聊一聊。是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带他参观该的区，并向他介绍其他一些邻居。这是个好主意。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相互了解并建立社区意识。没错。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好的邻居，这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第55课，你最喜欢的老师。嘿，你在学校最喜欢的老师是谁？这很难。我有几个不错的，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约翰逊先生，他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他让学习变得如此有趣和引人入胜。真的吗？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吧，首先，他总是很有幽默感。他开了个玩笑，用了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例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学内容联系起来。太酷了！你还记得他有什么特别的教学方法吗？是的，他有这种非常有创意的教学方法。他会使用许多不同的活动来帮助我们学习，例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甚至写作比赛。哇，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有趣的学习方式。你是因为他才更喜欢英语课吗？当然，我曾经很害怕上英语课，但对约翰逊先生来说，我真的很期待。他激励我多读书，写得更好。太棒了！一个好老师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是太神奇了。是的，确实如此。能有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幸运。我希望其他学生能像我和约翰逊先生一样，在学习中体验到同样的快乐。我同意。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的老师。第56课，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谁？是的，我有。我听说他一直在变化，
具体取决于股市和其他因素。确实如此。据福布斯报道，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埃隆·马斯克，净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哇，这可是一大笔钱！他在做什么生意？他是 SpaceX、特斯拉和其他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是科技和太空行业的真正创新者。有意思。名单上还有谁？第二富有的人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净资产超过1700亿美元。然后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他的收入超过1300亿美元。这些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积累了多少财富真是太神奇了。确实如此。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财富巨大，责任也随之而来。这些亿万富翁中有许多人是慈善家，他们向慈善事业捐赠了大量资金。确实如此。很高兴看到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财富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是的，看到通过努力工作，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也令人鼓舞。当然，了解成功人士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总是很有趣。第57课，进入太空的梦想。你有没有梦想过去太空？绝对可以。我认为从上方看到地球并探索未知的事物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完全同意。光是想象一下广阔的太空和宇宙之美就令人敬畏。我一直对太空着迷，去其他星球旅行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这将是梦想成真。是的，这绝对需要大量的准备和训练。但是，随着 SpaceX 和 Blue Origin 等公司在商业太空旅行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将来可能会更容易获得商业太空旅行。确实如此。我一直在关注有关太空旅游的新闻，想到有朝一日普通人都有机会进入太空，这真是令人兴奋。这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只能想象失重的感觉和从地球上空看到的景色。想想通过太空探索可以做出的所有科学发现，这不仅关乎体验，还关系到增进我们对宇宙的了解。绝对可以。可能性是无限的。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自己去太空。第58课，早点睡觉的小贴士。我最近在入睡时遇到了麻烦。你有什么早点睡觉的小贴士吗？当然，你可以尝试一些方法。首先，建立稳定的睡眠习惯很重要。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醒来，即使在周末也是如此。这是有道理的。我听说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可以帮助调节身体的内部时钟。没错。你可以尝试的另一件事是制定放松的就寝习惯，
例如洗个热水澡、读书或冥想。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睡觉前一直在读书，但也许我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其他的镇静活动。你可能需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限制睡前在屏幕上的曝光。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您的睡眠模式。这是个好观点。我因为在睡觉前滚动浏览手机而感到内疚，所以也许我需要减少这种情况。最后，确保您的睡眠环境舒适且有利于睡眠。这意味着要让你的卧室保持凉爽、安静和黑暗。好的，我会尝试做一些改变，看看它是否能帮助我早点入睡。谢谢你的提示。没问题。甜蜜的梦。第59课，为今晚的晚餐做饭。你今晚吃晚饭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们在厨房里有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些鸡肉、蔬菜和意大利面。我们做个炒菜怎么样？这听起来不错。我们有调味料或香料来增加风味吗？我们有酱油、大蒜和生姜，那应该给它带来不错的亚洲风味。太棒了！我开始切蔬菜，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好鸡肉了。听起来像一个计划。我们还应该做些与之搭配的意大利面吗？当然，我们可以在煮炒菜的同时烧点水。你需要帮忙买蔬菜吗？其实，你能在我切完蔬菜的同时开始煮鸡肉吗？当然，我现在要开始加热锅了。你要我先加大蒜和生姜吗？是的，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让鸡肉有点味道。好吧，现在大蒜和生姜在发出嘶嘶声。我过一会儿再加鸡肉。太棒了，我现在要开始煮意大利面了。这将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第60课，雇佣新员工。我们最近很忙，我认为我们需要雇佣一名新员工来帮助我们。你怎么看？我同意，仅凭我们2个人管理所有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你在想什么样的角色？我本来想雇人来协助完成管理任务，例如回复电子邮件、安排预约和组织文书工作。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可以寻找具有客户服务经验的人，因为我们与客户互动很多。这是个好观点。你知道我们可以用任何招聘网站来寻找候选人吗？是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受欢迎的求职网站，比如 Indeed 和 LinkedIn。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这份工作，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听起来像一个计划。让我们整理一下职位描述并开始在网上发布。我们还应该考虑面试过程以及我们想向潜在候选人提出哪些问题。
对，我们需要确保找到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团队并且具有必要技能和经验的人。让我们目前的员工参与招聘过程可能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将与新员工密切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让我们从职位描述开始联系潜在的候选人。第61课，我们成为朋友已有10多年了。想到我们已经成为朋友10多年了，简直太疯狂了。我知道，感觉就像昨天我们在大学相遇一样。我们的友谊确实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绝对可以。你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都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没有你我会走向何方。我也一样。在我的生活中，有像你这样我永远可以信赖的人是无价的。我认为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如此牢固，是因为我们一直对彼此保持诚实和开放。是的，我们从不回避告诉对方真相，即使这不是我们想听到的。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繁忙，我们总是为彼此腾出时间。这太重要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但我们始终将友谊放在首位。很少能找到像我们这样的友谊。能有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到非常幸运。这里也一样。我无法想象没有你在我身边的人生。这是再过10年及更长时间的友谊。为此欢呼。第62课，种一棵新树。嘿，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后院种一棵新树？这是个好主意。我一直想在院子里有更多的树。是的，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种一棵果树。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后院吃新鲜水果。听起来很好吃。你在想什么样的果树？我在想一棵桃树。它们很容易种植，可以结出很多水果。我喜欢桃子。我们开始做吧。好吧，我们需要在院子里选一个阳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好地方。而且我们需要确保土壤适合种植。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些土壤测试。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可以咨询当地的苗圃，看看哪种土壤最适合桃树。而且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拥有所有必要的种植工具，比如铲子和一些肥料。对，我们也应该考虑在种树后给它浇水和照料。这将是一个有趣的项目。我等不及要从我们自己的树上摘下新鲜的桃子了。我也是。让我们开始规划和准备种树所需的一切。第63课，新的徒步路线。嘿，你听说过附近山脉刚开辟的新徒步路线吗？不，我没有。告诉我更多相关信息。
这是一条相当艰难的小径，但它应该是该的区最美丽的步道之一。这里的风景应该绝对令人叹为观止。这听起来很神奇。我喜欢一次不错的挑战，而且我总能为一次美好的徒步旅行做好准备。是的，我以为这可能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这将是我们在户外度过美好时光的好机会。我肯定很感兴趣。你想什么时候去？我想如果对你有用的话，我们下周末可以去。我们可以一大早出发，沿着小路慢慢走。这听起来很完美。你知道徒步有多长时间吗？大约10英里，所以可能需要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我们需要带什么？我们需要充足的水、零食和防晒霜。而且我们需要穿着舒适、结实的徒步鞋。所有这些我都有，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太棒了，我等不及了。这将是一次冒险。第64课，我们家里到处都有很多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家最近变得多么混乱？看来我们到处都有很多东西。是的，我本来想做一些清洁和整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只是没时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认为它真的开始失控了。我们可能应该留出一个周末或一天来真正解决这个混乱局面。这是个好主意。你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房间开始，还是一次把所有东西都看完？我想我们可能应该从一个房间开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混乱所淹没。好吧，让我们从客厅开始。我们有很多不再需要的旧杂志和书籍。是的，我们也许可以把一些我们从未使用过的旧装饰品和小玩意清理掉。当然，而且我认为我们还应该仔细检查壁橱，把任何我们不再穿的衣服或鞋子脱掉。同意。我们可以捐赠任何还处于良好状态的东西。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规则，除非我们绝对需要，否则不要把任何新东西带进屋里。这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从整理开始，然后我们可以专注于将来尽量减少事情。听起来像一个计划。让我们煮点咖啡，然后开始吧。第65课，检查仓库中的库存。嘿，你最近检查仓库的库存了吗？最近没有。为什么？你认为我们需要补货吗？是的，我想我们应该快速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这是个好主意。我将在本周安排时间进行库存检查。太棒了，让我们确保我们有足够的热门物品，比如蓝色小部件和红色小部件。我们还应该检查我们用于制造产品的原材料的含量，例如钢铁和塑料。当然，我不想用完这些材料，也不想推迟我们的生产计划。
我还会确保检查所有有效期的产品，比如我们的食品。好主意。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同时，让我们更好地整理仓库。我们已经收到了几批货物，里面开始显得有点混乱了。是的，我们肯定需要重新组织事情，以便更容易找到产品和跟踪库存。听起来不错。让我们列出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尽快开始。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待办事项清单中。我们的目标是在本周末之前进行库存检查和仓库组织。第66课，养一只新狗。嘿，你有没有想过要养一只新狗？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家庭的重要补充。我一直在考虑，但这是一项重大责任。养狗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明白，但想想有毛茸茸的同伴在身边的所有好处。狗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欢乐和爱。确实如此。而且，带着宠物长大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也是很棒的。但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已经为承诺做好了准备。绝对可以。我们应该对品种和训练方法进行一些研究，以确保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给予狗所需的关注。养一只狗却无法妥善照顾它是不公平的。同意。我们还应该研究食物、兽医护理和培训课程等方面的费用。是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为养一只新宠物做好了经济准备。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计划好并全力以赴，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决定。当然，让我们开始调查所有问题，看看养一只新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否是正确的决定。第67课，强大的动物。你知道狮子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吗？是的，我听说它们非常强大，可以击落大型猎物。那就对了。完全长大的雄狮体重可超过400磅，拥有强大的下巴和爪子，它们可以用来狩猎和保卫自己。我可以想象在野外遇到它们会非常吓人。当然，狮子是顶尖的掠食者，这意味着它们处于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除了其他狮子之外，它们的天敌很少。想想它们是如何进化为如此强大和高效的狩猎，真是太神奇了。而且它们的力量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狮子也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它们自豪地共同努力击落更大的猎物。了解这些强大的动物及其在野外的行为真的很有趣。绝对可以。这提醒我们，我们的自然世界是多么不可思议和多样化。第68课，全球变暖问题。你最近有没有关注有关全球变暖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的，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了。温度升高和冰盖融化确实令人担忧。没错，从海平面上升到更频繁和更严重的自然灾害，
全球变暖的影响随处可见。而且这不仅仅是未来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后果，例如洪水和干旱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确实如此。对我们来说，现在采取行动减少碳足迹和减缓全球变暖的进展非常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微小的改变，例如减少能源消耗和更频繁地使用公共交通。而且，需要采取行动的不仅仅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也有责任实施促进可持续性和减少排放的政策和实践。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们不能忽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现实。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找到解决这个全球问题的办法。第69课，空调坏了。这里越来越热了，我想我们的空调坏了。是的，它似乎根本不起作用。你认为我们应该试着修好它，还是只买一个新的？我不确定。修理它可能更便宜，但如果是旧设备，则最好只投资购买一台新设备。这是个好观点。另外，从长远来看，一台新的空调可能会更节能，可以为我们节省电费。确实如此。我们还应该考虑环境影响。如果我们购买一台节能的新机组，我们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减少碳足迹。对，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修复旧机组，就不会增加新机组的浪费和污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还应该检查维修是否在保修范围内，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自掏腰包。而且，如果我们决定购买一台新空调，我们应该研究不同的型号和品牌，以找到最适合我们需求的空调。同意。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尺寸、冷却能力、能效和成本等因素。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应该仔细权衡我们的选择。第70课，带孩子去游乐场。嘿，我本来想今天下午带孩子去游乐场，外面真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个好主意，我们的孩子会喜欢的。你在想哪个游乐场？我想的是我们家附近公园里的那个，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供我们的孩子玩，比如秋千、滑梯和沙箱。听起来很完美。你想什么时候去？午饭后怎么样？我们可以打包野餐，然后在那里吃。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带一些三明治、水果，也许还有一些零食。是的，我们也可以带个球或飞盘来玩。别忘了防晒霜和帽子。我们不想晒太多的太阳。好观点。我们还应该带一些水瓶来保持我们所有人的水分。当然，保持水分很重要，尤其是在外面很热的时候。
我真的很期待在游乐场和我们的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离开了。我也是。与我们的孩子共度这些时光，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很重要。同意。让我们开始为我们去游乐场的小冒险做好一切准备。第71课，奇妙的迪士尼乐。你去过迪士尼乐园吗？不，我没有。真的那么美妙吗？太神奇了。这就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游乐设施和景点，而且所有东西的主题都很好。这听起来很有趣。你最喜欢哪种骑行？这很艰难。我真的很喜欢太空山和印第安纳琼斯历险记，但我也喜欢加勒比海盗和鬼屋等经典作品。哇，听起来那里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绝对可以。游行和表演也令人难以置信。你真的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神奇的地方。我听说那里的食物也很好吃。绝对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从经典的玉米狗和油条到更高档的餐厅。很高兴知道。那么，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计划去迪士尼乐园旅行？下个月的某个时候怎么样？那时天气稍微凉一点，而且排队的长度也没那么长。听起来像一个计划。能和你一起体验迪士尼乐园的所有魔力，我真的很兴奋。第72课，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恐龙。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恐龙？那太不可思议了。不幸的是，它们在数百万年前就灭绝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好吧，在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化石，甚至还有一些动画恐龙。真的吗？你在哪里能看见？有一些博物馆和主题公园有恐龙展品，例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侏罗纪公园。这听起来很有趣。你去过这些地方吗？是的，去年我去了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他们展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龙展览。他们有真人大小的霸王龙和其他著名恐龙模型，甚至还有真正的三角龙骨架。哇，那一定太神奇了。你觉得我们可以计划一次旅行去看一些恐龙吗？当然，我认为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找到周围最好的恐龙展品。听起来像一个计划。我们开始做吧。第73课，超级著名歌手。你听说过即将与韩国超级著名歌手举行的音乐会吗？不，我没有。谁是歌手？是防弹少年团。他们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受欢迎的 K-pop 乐队。哦，我听说过他们。他们有一些很棒的歌。
是的，他们确实如此。我本来想买他们即将在城里举行的音乐会的门票。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听起来很有趣。音乐会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下个月。我们可以在线查看门票的日期和供应情况。这是个好主意。门票多少钱？他们有点贵，但对于这样一个受欢迎的团体来说是值得的。我们还可以查看一些优惠或折扣。好吧，我们开始吧。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太棒了，我会调查一下，然后给你回复细节。第74课，你需要买文具吗？嘿，你需要买文具吗？是的，我愿意。我需要一些笔和笔记本。好吧，让我们一起去文具店。你对笔或笔记本的类型有什么偏好吗？我更喜欢中性笔，对于笔记本来说，只要一些带有横纹纸的简单笔就可以了。当然，我会记住的。你还需要什么吗？不，现在只有这2件事。好吧，我们还可以检查他们是否还有其他可能需要的有用物品。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今天想去吗？是的，我们可以下班后去。附近有一家文具店，我们很快就会到达那里。完美。那我们计划在下午6点在那里见面。听起来不错，我6点在那里见。第75课，你需要买文具吗？嘿，你以前去过杜伦吗？是的，我有。你为什么问？我在想这个周末乘杜伦旅行会很不错。天气很好，而且会是一个不错的节奏变化。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你想去哪里？有一艘渡轮可以去附近的岛屿。我们可以花1天时间探索岛屿，然后在晚上乘渡轮回去。这听起来很完美。渡轮什么时候出发？它在上午10点出发，下午6点回来。我们将有大约8个小时的时间来探索这个岛屿。这听起来好像有足够的时间了。我们需要提前预订门票吗？是的，我认为最好提前预订，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在网上订票，也可以去渡轮码头亲自购买。无论哪种选择我都没问题。让我们去航站楼亲自买票，会更容易。好吧，那我们计划在上午9点30分在航站楼见面。我们可以买票，然后在登上渡轮之前吃点早餐。听起来像一个计划。我很期待。第76课，你最近有没有收到我们朋友的消息？嘿，你最近有收到我们朋友亚历克斯的来信吗？是的，
他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想和我们谈一件重要的事情。真的吗？他说的是什么？好吧，他想向我们借点钱。哦，我明白了。他需要借多少钱？他没有具体说，但我认为大约是$1000。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借那么多钱。你怎么看？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是 Alex 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帮助他。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也担心，如果我们借钱给他，他可能无法还钱给我们，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友谊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我们也可以制定付款计划，让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起草一份书面协议，确保一切都很明确。我喜欢这个主意，让我们和他谈谈，看看他在想什么。听起来不错，我们可以一起找出解决方案。第77课，你听说过 QF 吗？嘿，你听说过 Kiev 吗？ QF？ 不，我想我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武术，我对学习它真的很感兴趣。这听起来很有趣。你为什么想学习 QF？ 我一直对武术感兴趣，我觉得 Kiev 有很多我想要学习的独特技巧。另外，这是保持体型的好方法。这是个好观点。你看过当的课程吗？是的，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些提供 Kiev 课程的地方，我正在考虑报名参加。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也许我会加入你的行列，我们可以一起学习。那太棒了，越多越好。第78课，庆祝圣诞节。嘿，你有没有想过今年的圣诞节该怎么做？不是真的，你有什么想法吗？好吧，我们可以举办传统的家庭聚会，也可以计划去某个地方旅行。旅行可能很不错。有什么建议吗？像阿尔卑斯山这样的冬季仙境，或者在加勒比海度过海滩度假怎么样？两者听起来都很棒，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预算。真的，我们也可以交换一份小礼物，然后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这也是一个好主意。无论如何，更多的是与亲人共度时光。没错，而且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些装饰来让它与众不同，甚至可以做一场圣诞节电影马拉松。第79课，我们的朋友从海外来访。嘿，你有没有收到我们朋友从海外来拜访的消息？是的，我昨天和他谈过。这些年过去了，他很高兴见到我们。
我们上次见到他已经很久了，能赶上看看他过得怎么样真是太好了。当然，他要待几天，对吧？是的，他会在这里待5天。我想我们应该计划一些有趣的活动让他在这里的时候做。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带他去一些我们最喜欢的餐馆，甚至可以计划去附近的城市1日游。是的，我们也可以带他参观这座城市，看看自他上次访问以来开业的一些新地方。而且别忘了在圣诞节那天交换礼物。我已经给他买了礼物。哦，对了，那也会很有趣。我还需要弄清楚要给他什么。好吧，我们还有几天时间来弄清楚。让我们集中精力确保他的访问令人难忘。同意。我等不及要跟他见面，留下一些新的回忆了。第80课，如何下棋？嘿，你以前下过国际象棋吗？是的，我已经玩过几次了，但我不是很擅长。你为什么问？好吧，我正在考虑下国际象棋，想知道你能不能教我怎么玩。当然，我很乐意教你。这是一款很棒的游戏，一旦你掌握了窍门，可能会很有趣。那太棒了。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碎片是如何移动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国王，你必须时刻保护他。女王是最强大的棋子，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好吧，那么其他作品呢？主教沿对角线移动，骑士以 L 型移动，白头鹰水平或垂直移动。棋子在第一次移动时向前移动1-2个空格，之后每次移动1个空格。明白了。那么你如何赢得这场比赛呢？你可以通过将对手的国王置于将死状态来赢得比赛，这意味着他正在受到攻击，无法逃脱俘虏。这听起来很简单。你现在想玩游戏吗？当然，让我们设置好板并开始吧。感谢收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观看我们频道的更多视频。